美军在中东搞起了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这真的要动手了。过去半个月，中东上空可以说是战云密布。美军2艘航母、11架 F-2隐形战机，超过270架各型军机，包括 B-2 战略轰炸机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这阵仗不像只是去撑场子、搞威慑的。那么，在美伊谈判的当下，这到底是谈判前的极限施压，还是说特朗普真的已经做好了谈不拢就动手的准备？美军的动作都是跟着谈判走的。在2月17日，美伊双方在瑞士日内瓦进行了第2轮间接谈判。根据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这一轮谈判的气氛比之前要更严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谈判结束后对国内媒体表示，双方已经就一系列指导性原则达成了总体共识。什么叫指导性原则？说白了就是双方终于坐下来，把哪些问题能聊，哪些红线不能碰，大概聊了个框架。根据美方官员向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透露的消息，伊朗这次表现得挺积极，主动提出将在2周内带着详细提议回来，试图弥合双方的分歧。看起来这次谈判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谈判在确立共同目标和相关技术问题上取得了良性进展，但他也补了一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话翻译过来就是有进展，但离真正签字还远。万斯在谈判当天也出来发了声，说谈判在部分议题上进展顺利，但他特意强调美方已经向伊方划定了红线，核心目标就是不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尚未真正认可并愿意协商解决。就火力军来说，真正的核心议题依然存在巨大分歧，也怪不得美国在谈判桌外一直没有放弃向伊朗增派军事力量，甚至在这一次谈判之后，美国反而加速了军事部署。在2月17日谈判之前，美军的部署就没停过。2月13日，《纽约时报》就爆出消息，说白宫和五角大楼官员透露，部署在美国本土的 B-2已经进入高度警戒状态。这款战机的出现可是耐人寻味。去年6月，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的午夜铁锤行动，就是 B-2打的头阵。同时，美军还在向中东增派EA-18G电子战飞机，这种飞机专门负责压制敌方雷达，通常是大规模空袭的前兆。2月16日，就在谈判前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军继续向中东大规模增兵，驻扎在英国的美军军机，包括加油机和战斗机，正被重新部署到更靠近中东的地区。多支原计划轮换撤离的驻中东美军部队延长了部署期限，数十架军用运输机将装备运往约旦、巴林和沙特阿拉伯。2月17日谈判当天，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跟踪到大批 F-35战机从英国皇家空军莱肯西斯基地起飞，往中东方向去了。据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美军过去一天向中东地区调派数十架战斗机，其中包括 F-22、F-35和 F-16。2月19日，据法新社报道，美军在中东的军舰数量已经达到13艘，包括林肯号航母大机群、9艘驱逐舰和3艘滨海战斗舰。美国官员当时说，更多的舰艇还在路上。也是这一天，据彭博社报道，特朗普表态，他给伊朗画了一个最后期限，大概就是10到15天。这10到15天差不多是谈判能继续的最长时间。这话说的其实已经挺露骨了，意思就是我给你们这么长时间考虑，过时不候。2月20日这一天，福特号航母大机群通过了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拍到了福特号和驱逐舰马汉号过海峡的画面。林肯号早就蹲在阿拉伯海了，现在福特号从地中海那边压过来，一北一南，直接对伊朗形成了夹击之势。同一天，卫星图像也被扒了出来，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里停着超过60架美军战机，是平时数量的3倍左右，包括 F-35、F-15E 和 F-16。除此之外，目击者透露，每架 F-15CG 战斗机都携带了愤怒小猫电子战吊舱。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萌，但它可不是什么玩具，这是一款新型电子战系统，专门干一件事，压制敌方的防空雷达。它有个绝活，能实时学习并欺骗敌方雷达信号，让雷达屏幕上出现一堆假目标，根本分不清哪个是真飞机。这次美军把它带到中东，而且是挂载在执行野鼬鼠任务的 F-16CG 上，意思再明显不过。一旦开打，第一波冲进去踹开伊朗防空大门的就是这帮家伙。到了2月22日至23日，《纽约时报》抛出一个重磅消息，数百名原本驻扎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与巴林海军基地的美军士兵开始往外撤。有人以为美军这是要跑，结果仔细一看内容，根本不是撤离，而是重新部署。《纽约时报》后来还专门更正，说美国官员解释了这些人是从原来的基地被抽调到别的地区去执行其他任务和行动，这就很微妙了。乌代德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空军基地，第5舰队就在巴林。这时候把里面的精锐部队调出来，只有一种解释，
要么是为了躲避伊朗可能的第一波报复，要么就是把他们放到更适合出击的位置上去。2月24日，最大的动作来了。据以色列时报报道，12架美军 F-2隐形战斗机当天从英国起飞，除了一架因技术故障返航，其余11架全部降落在以色列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可是 F-2美军最顶尖的空优战斗机，通常执行渗透敌方领空、摧毁防空系统和雷达的任务。把它部署到以色列，针对性太明显了，就是冲着伊朗的防空网去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美军的后勤大网彻底铺开了。根据多家媒体的追踪数据，美军往中东和欧洲方向调集了超过85架空中加油机和170多架运输机。为什么要这么多加油机？因为战机从海湾国家起飞去伊朗，来回需要空中加油才能保证滞空时间。如果说战机的亮相还可以说是为了威慑，那么加油机的动作只能说明一个事实：美国从来没打算和伊朗开玩笑。这一次，美国是真的做好了动武的准备。毕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千古不变的用兵之道。这次部署的规模有多大？《华尔街日报》直接下了判断，这是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在中东集结的规模最大的空中力量。芝加哥大学的安全事务专家罗伯特·佩普算了一笔账，说这相当于美国全球可部署空中力量的40%到50%。佩普还补了一句特别扎心的话：美国此前从未在未发动攻击的情况下，向潜在敌人周边部署如此多的兵力。美军这边大军压境，伊朗那边也没闲着。从2月中旬开始，德黑兰一手抓军事演习，一手抓外交表态，还在努力给自己争取谈判筹码。在2月16日，也就是美伊双方在日内瓦展开第2轮谈判的前一天，伊朗就开始行动了。据法新社和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举行一系列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由革命卫队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尔亲自督导，目的是让部队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潜在安全和军事威胁做好准备。霍尔木兹海峡这地方，全球大约20%的石油都要经过这里。伊朗这是在暗示，如果逼急了，他有能力掐住这条能源大动脉。紧接着2月17日，谈判刚一结束，伊朗又拉上了俄罗斯。伊朗海军与俄罗斯海军在阿曼海和印度洋北部海域举行了联合海上演习，一直持续到2月19日。联合军演发言人哈桑·马格苏德鲁说，这次演习旨在加强双边合作，提升海上安全，同时也体现了两国致力于维护地区海上贸易安全的承诺。这话说得很委婉，但在美国不断加码军事压力的背景下，伊朗这就是在向外界展示自己不是孤立无援的，背后有大国撑腰。到了2月24日，也就是美军 F-2降落以色列的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又在南部沿海地区和波斯湾岛屿搞了一场大规模演习。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场演习叫1404联合演习，目的很直接，针对现有威胁演练最新战术，提高战备状态。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指挥官穆罕默德·卡拉米准将说，导弹部队、炮兵、无人机、特种部队全都上了，演练了联合战术。顺带一提，他们还测试了新装备，微小型无人机和雷兹万巡飞弹，负责侦察锁定目标，然后由见证者136自杀式无人机完成精确打击。也测试了新型导弹系统，这些系统配备不同导航方式，打击精度高，弹头穿透能力强。另外，他们还演练了阻止敌军靠近海岸线的反登陆作战，这摆明了就是冲着美国来的。伊朗虽然军演不断，但外交上始终没有关死谈判的大门。2月24日晚，阿拉格齐出来释放信号，他对媒体表示，伊朗将在日内瓦与美国恢复谈判，而且决心在最短时间内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他特别强调，伊朗的基本立场始终明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寻求发展核武器，但同时也绝不放弃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权利。他形容现在有一个历史性机遇，可以达成一项前所未有的协议。所有的铺垫，所有的部署，最后都指向同一个时间点，2月26日，瑞士日内瓦，美伊双方在这里进行第3轮间接谈判。这不仅是外交层面的又一次结束，是要打还是要继续谈？大概这次谈判后就能出结果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一位匿名的伊朗官员透露，德黑兰方面正在认真考虑一个实质性让步方案，把现有最高丰度浓缩铀的一半送到国外，稀释剩下的部分，然后加入区域浓缩联盟。这个方案如果真拿出来，分量可不轻。作为交换，伊朗希望美方承认其和平铀浓缩权，并解除经济制裁。但是这是伊朗的单方面期望，美国的公开立场从来没变过。伊朗必须彻底停止所有铀浓缩活动，交出浓缩铀库存。而伊朗的底线同样明确，铀浓缩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赋予的权利，绝对不会放弃。双方在这条线上已经僵持了很久，能不能找到折中点，谁也不敢打包票。如果谈判顺利，伊朗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双方大概率不会达成最终协议，最多达成一个阶段性共识或者临时协议。原因很简单，双方的核心分歧太深，不可能1-2天内彻底解决。
比较现实的路径是，伊朗拿出详细提议，美国认真评估，双方认可草案的部分内容，然后约定下一轮谈判的时间。这样一来，局势就能暂时缓和，给外交留出更多空间。如果伊朗硬着头皮非要和美国对着干的话，那么中东战争就一触即发。五角大楼的部署已经就位，F-22在以色列待命，B-2进入警戒状态，后勤大网全面铺开。这可不是吓唬人的纸老虎。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谈是接着谈，打是另外打。特朗普被曝考虑两步走的方案，先来一轮初步打击，逼伊朗屈服。如果不行，未来几个月再搞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说到底，这一轮谈判真正考验的是伊朗的诚意。美方已经把底牌亮得差不多了。事实上，40%到50%的全球可部署空中力量已经压到伊朗家门口。外交上，特朗普明确给了10到15天的窗口期。阿拉格奇说，他们准备好了详细提议，只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这话说得漂亮，但在日内瓦，提案拿出来是骡子是马，一目了然。双方从谈判桌上下来，是战还是和，很快就有答案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本轮美伊谈判后，美国会做什么？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板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